苏姑娘，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是我们知州府的小姐。夫人心善，给你准备了一些盘缠，快点走人，从此以后和我们知州府就没有任何瓜葛了。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，他给过林府机会，既然他们不珍惜，那就算了。给你，拿着。夫人小姐，行行好，我3天没吃饭了，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。苏若锦弯下腰，捡起地上的2两碎银子，轻轻地放进了小乞丐的碗里。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，祝小姐长命百岁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福寿绵延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起来吧。呸！装什么清高？坟前不带回家，等着被你那穷酸父母赶出家吧。把门关上，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若他再来府上，一律给我赶出去，别惹大小姐不高兴。老爷夫人可好不容易才把大小姐给找回来的。是。小姐，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其实已经要到半个馒头了，饿不到的。拿着吧，不过你要藏好，别让人看到了。对一个小乞丐来说，2两碎银可是笔巨款，被人看到，说不定连命都没了。3名男子互相交换了眼神，偷偷跟上了苏若锦。3、2、1，身后就传来3声闷哼和拖拽的声音，随后一切归于平静。安静的村道上只剩小姑娘一人的身影。将军，有刘小姐消息了，有人曾在艳阳东郊十里村看到过小姐。什么？快备马！父亲，我们也去。苏家五子眼里都带上了激动与愧疚。苏家五子随便拎出一个，都是能让京城抖上一抖的人物所在。14年前的元宵节，五子带小妹出去赏灯，就把年仅1岁多的小妹给弄丢了。这些年，五子几乎跑遍了整个大楚国，甚至连大楚国周边的国家都打探过，都没有妹妹的任何消息。妹妹一日不找到，兄弟5人一日都放不下心结。我也去。哎呀，小锦儿，你这是被林家赶出来了？以前我就说林家是白眼狼，偏不听，还一直暗中帮林家那谁来着调理身体。看吧，被蛇咬了吧。3师傅，林老夫人和林家人不一样。切，在我看来啊，都是一个德行，也就是我们小锦儿心善。我的小锦儿回来了，在哪？4个师傅中最怕的就是这个4师傅。前一秒安勺的声音却还在1里之外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屋里。小锦儿，快，跟我进屋，听听为师新谱的曲子如何？哎呀，听什么曲子？锦儿被林家赶出来了，没心情听你的曲子。大哥，你去把林家人都给毒死算了，替锦儿出气。4师傅，他可不必。大师傅，明天摄政王在聚贤楼办问诊大会，能治好小世子者，诊金5000两黄金。怎么，你有兴趣啊？那可是5000两黄金，怎么也不能和钱过不去吗？听说小世子的病，太医院也诊治不出问题。太医院那群废物能有啥本事啊？我若是没猜错呀，摄政王可是冲着医生来的。你觉得别人会信你一个小姑娘是医生吗？爱信不信，反正能治好就行，何须这些虚头巴脑的名号？医生不过是他外出游历给人看病，不小心闯下的名号而已。能去就去吧，别丢了我的脸就行。大师傅，上次我治的毒，你研究出解药了吗？急什么？我就差一点就能做出解药了。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做出来。10年了，来这个世界10年了，既然回不去了，他也就安心留下来了。去，离远点。今天聚贤楼不接待外客。我是来参加问诊大会的。小姑娘，想不到你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，就你还想参加问诊大会？快走，一会儿冲撞了贵人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估计是听到摄政王来了，想凭自己美貌攀上摄政王了。哎，快走，别让我动手赶你啊。苏若锦也懒得再说什么，转身就要走。一辆豪华的马车停了下来。蔡神医，您来了，这边请。坊间有传言，蔡神医就是传说中的医圣。虽蔡凡舟并未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医圣，却让人称道高风亮节，不愿为虚民所累。他怎么这里？青儿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没事。一会儿你跟我进去，见到摄政王可得好好表现，别失了礼仪。好
好的，师傅。摄政王萧燕初，大楚国的战神，年仅21岁就统领大楚国3军，协理国事，至今仍未娶亲，府里甚至连个侍妾都没有，就只有一个已是兄长誉王的孩子，从小得了怪病。这次的问诊大会就是为了替这个孩子治病。如果自己能入得了摄政王的眼，那小小的知州府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林婉清眸光流转，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红。苏若锦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嗤笑一声就走了。自己主动来为小世子看病，既然人家不待见自己，又何必自讨没趣？他苏若锦给人看病，从来都是看心情。再不出来，这鸭肉我可要吃完了。苏若锦起身，轻轻走到帘子前，一把拉开了帘子。突然，孩子双眼泛白，倒在地上抽搐起来。走了，这是被他吓到了。苏若锦拿起银针，银针入体，3分钟后收针，孩子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你别怕，姐姐不是坏人，孩子居然患有呆病。这个孩子脾胃异常虚弱，有此病症的人对吃的大都没什么胃口，吃食还需要非常精细，稍有不对，吃进去的东西都会吐出来。姐姐是大夫，姐姐给你治病好不好？孩子依然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任由苏若锦摆弄。孩子不知是因为舒服还是疲倦，整个人已经沉沉的睡去。又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苏若锦才拔下了孩子身上的银针，替他穿好了衣服。刚穿好衣服，孩子就醒了，自己坐了起来，没有了最初的惊恐，多了一丝好奇。饿了吧？来，喝碗粥。吃下了粥。真乖，可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吗？那以后我叫你小宝可好？这一次孩子有了反应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那我现在送小宝回家好吗？小宝能告诉姐姐你家在哪儿吗？小宝摇了摇头，这孩子是记不起家在哪儿了吗？罢了罢了，暂时先带着他，晚点让暗格替他找到家人，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那你愿意跟姐姐回家吗？等姐姐找到你的家人，再把你送回去。小宝眼睛有些微亮，轻点了点头。李嬷嬷，还不快把手放开！张管家，是老奴先找到小主子的，这个小丫头想把小主子拐走，快点让人把她抓起来。主子可是放话了，谁先找到小主子，赏银5000两，他可不能把这功劳给让出去。这位姑娘，鄙人是府上的管家，多谢你照顾我家小主子，可否让我们把小主子给带回去啊？这是府上的一点心意，希望姑娘不要嫌弃。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敢抢他的钱！哎呦，顾不上什么颜面了，哎呦，捂着肚子冲进一旁的酒楼里找茅房去了。看起来小宝出身不简单啊。小宝，你认识他吗？小宝没回答。张管家，孩子似乎不愿和你回去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再不回去，少爷要把艳阳给掀了。乖，听话，我们一起回去，你该吃药了。小宝面无表情，似乎啥也没听见。这位姑娘，她确实是我家小主子，她腰间系着一块月牙形的白玉佩，上面有个义字，烦请姑娘查验一下。苏若锦之前已经见过小宝身上的玉佩，上面确实有个义字。小宝，和姐姐说，你认不认识他？看着苏若锦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看到小宝点头，张管家也松了口气。要是刺激到了小主子，小主子是有可能发病的。王爷，需要我去打探一下这位姑娘吗？不用，他不能让大哥唯一的血脉再出任何差错。现在看到义儿和张管家在一起，萧燕初也放下心来。至于那个小姑娘，既然收下了张管家的银票，也算是两清了。叶儿，我来喂你。孩子依然没张嘴，只不过转动了一下头，直勾勾的盯半只棉花糖。这是那个小姑娘给义儿买的。叶儿想吃棉花糖？义儿轻轻点了点头。想，那叶儿把粥吃了，就让你吃棉花糖好吗？没一会儿，一小碗海参粥直接吃了个底朝天。今天这粥是谁煮的？禀王爷，就是从王府里带过来，一直伺候小主子饮食的厨师。厨师没变，怎么叶儿今天胃口这样好？赏。这是遇到什么好事值得王爷赏赐了？那边如何了？今天来的人就他们那点医术，别说是医圣，给医圣提鞋都不配。
伊儿把粥喝完了，穆景山就上前一步给伊儿把脉。伊儿怎么了？奇怪，不应该呀，哪里出了问题？穆景山，你给我站住！直接被无视的萧燕初怒喝：啊，王爷，没事，小世子好着呢，而且他的身体不知为何比之前好了很多。我这不在琢磨这是啥情况。对了，王爷，今天小世子有没有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他身体突然好转，我也有些看不懂。伊儿身体好转。若说伊儿今天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只有棉花糖。这种市井小摊上的食物怎么会出现在王府里？你找到医生了？这是医生做的棉花糖？穆景山脑洞大开。小孩子怕吃药，医生把药混在棉花糖里，小孩子自然不会抗拒。不愧是医生。萧燕初白了他一眼，懒得开口和傻子说话。穆景山正准备扯下块棉花糖，亲自尝尝是啥味儿，就感觉有人拽住了他的衣摆，低头一看，正是小世子拉着他的衣摆，双眼怒视着他。伊儿会发火了。萧燕初也发现了伊儿的异常，快步上前，一把抢过穆景山手里的棉花糖，递给了伊儿。别动伊儿的东西。伊儿接过棉花糖，眼里的怒意消失，又慢慢走回了床铺，坐在床边，面无表情地吃起了棉花糖。王爷，这是啥情况？伊儿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哪来的棉花糖？你快告诉我！萧燕初的脑海里闪过了今天集市上的那位小姑娘。集市摊子随便买的棉花糖能治好小世子的呆病，我这就去买来看看。去查查。是，王爷。要是伊儿喜欢这个小姑娘，萧燕初不介意把她带回京城，让她贴身照顾伊儿。小宝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的？谁带你过来的？抬起头，苏若锦就看离小宝不远处，容貌清俊的年轻男子正淡淡的看着他和小宝，这人不一般。小宝，你又偷跑出来了？小宝抬起头看着苏若锦，慢慢摇了摇头。那谁带你出来的？小宝缓缓转过头看向男子。苏大夫，鄙人江启安，是伊儿的小叔，谢谢你之前找到伊儿。两世为人，他见过的男子不在少数，但若以外貌气质而论，能与眼前男子相提并论的屈指可数。今天是苏大夫医馆开业，一点小小贺礼，不成敬意，还望苏大夫不要嫌弃。蓝墨果乃治疗肠胃疾病的良药，生长在深海之处，100年以上的才会泛微光。这东西的香味儿特别吸引鱼类喜欢，很多时候果子刚长出来就被海里的鱼吃了。能长到100年以上的实属罕见，稀有程度绝不亚于500年的火灵参。江公子，100年份的蓝墨果实在过于珍贵，这份厚礼我担不起，还请江公子收回。眼前这个小姑娘却能一眼就认出蓝墨果，看起来这苏大夫不像表面这样简单啊。苏大夫，蓝墨果是本，鄙人偶然所得，它本就是药材，药材最大的功效就是治病救人。我不会医术，放在我手里也是暴殄天物，不如送给苏大夫，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功效。再说江某还有一事相求，苏大夫收下了蓝墨果，我才好开口。江公子但说无妨，若能做到，定不会推辞。苏大夫很是谨慎呢。医者自当谨慎再谨慎。既然如此，我所求之事，如若苏大夫答应了，就请收下这蓝墨果，如何？有话快说啊！苏大夫，我想请你给伊儿看看病。她自小就不愿开口说话，从不与人交流，找了很多大夫诊治都没效果，不知可否请你替她看上一看。对了，诊金另算。收留小宝。江公子，我之前已经替小宝诊过脉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之前是会说话的，是受到过什么刺激之后才不愿意开口说话，封闭自己。而且他脾胃比普通小孩虚弱很多，要想调整过来，至少得在我身边待上3个月，从饮食、汤药、药浴、针灸各方面调理，才能有所改善。至于内心的结，这个得靠他自己，或者他愿意相信亲近的人帮助调理，带他慢慢走出来。若是我愿意出高价，苏大夫能否暂时放下医馆的事，陪在伊儿身边，直到他的病痊愈？江公子，若是不能把小宝放在我身边治疗，那他的病我确实爱莫能助。小宝，姐姐之前答应要去看你，可最近姐姐有些忙，就食言了。姐姐给你道歉好吗？你和小叔回去，姐姐忙完这段时间就去看你，如何？萧秉义不说话，只是看着苏若锦，死死抱着他的手臂，摇着头，眼泪大滴大滴的落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伊儿留在艳阳，3个月后我来接她回去。那这个蓝墨果还请苏大夫收下，就当部分诊金如何？这一次苏若锦没再拒绝，蓝墨果用来调理小宝的肠胃也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就多谢江公子了，医馆还有事，小女就先过去了。胡青，主子，你留在艳阳，带着安一他们，负责暗中保护好小世子和苏大夫。
不得有误。是，主子。小姐，这孩子是？这是小宝，要留在医馆治疗一段时间。小宝，苏姐姐有事要忙，你先跟我去后院休息好吗？后院还有个小哥哥，你可以和小哥哥一起玩。小宝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紧紧牵着苏若锦的手。算了，我带他去后院，你先招呼一下。是，小姐。这孩子也是可怜，你先去忙，把他交给我吧。小宝啊，你和奶奶在一起好不好啊？奶奶送你一把小木剑。走啊，弟弟，我带你玩剑。小宝眼珠转了转，看向小木剑，放开了苏若锦，走向林老夫人。苏若锦松了口气，还好小宝愿意接受林老夫人，否则一直要黏着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待苏若锦回到房里，小宝乖巧的睡在最里面，苏若锦笑笑也躺下了，刚准备入睡，苏若锦突然睁开眼睛。什么人？风影的声音响起，门外传来了打斗声，没一会儿就听到风影的闷哼声。放开我！苏姑娘大意，1万两白银，眼睛不眨就捐出去了。苏若锦听出来是江启安的声音，就见风影被江启安反手扭在身后，看到苏若锦出来，江启安放开了风影。深夜打扰，还望苏姑娘恕罪。实乃江某碰巧路过艳阳，时间紧，就想着来看一眼叶儿。小姐，他是谁啊？他好歹也是天一阁的护卫，在这个男子手上居然没走过20招。江公子这么晚来医馆后院，知道的是你想念小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登徒子上门，也不能怪我们出手。江启安嘴角轻勾，这是在骂他是登徒子了。江某路过艳阳，只有这点时间来看看叶儿，还望苏姑娘见谅。叶儿已经睡了，你确定要把他叫醒？小宝睡眠一直不是很好，最近才调理的好一些。江启安要是敢让他把小宝弄醒，他就敢把江启安打出医馆。既然叶儿已经睡了，那就算了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谢谢苏姑娘辛苦照顾叶儿了。里面是一只红宝石双叠团花金簪，红宝石在这个朝代可是稀罕物，这只珠钗价值1000金。江公子，这里太过贵重，小女无福消受，要看叶儿，请明早过来。夜色已晚，如若没有其他什么事，还请江公子早点回去休息。风影送客。江公子，请吧。江启安没再说什么，看了眼紧闭的房门，身形一跃就走了。看到自家主子出来，一直隐在树上的胡青忙现身，强忍着笑意，堂堂大楚国战神就这样被赶了出来。小宝，看，这是小老虎灯笼，我一个，你一个。等天黑了，我们把灯点起来。这是栗子糕，可好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买了2个竹蜻蜓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双手抱起了这些东西，眼里有了一些光。小宝弟弟，我带你去那边放竹蜻蜓好吗？小宝紧张地抬头看着苏若锦，一双大眼里有些害怕，又带着一丝期待。苏若锦蹲下身，小宝别怕，跟袁弘哥哥去玩，姐姐和林奶奶在这看着你们，不怕啊。袁弘开心地牵着小宝的手朝一旁走去。小宝，这竹蜻蜓很简单的，我们一会儿比谁飞得高。小宝这孩子终于能接受袁弘了，苏若锦也很高兴。小宝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，要是一辈子不能说话，那得多遗憾呢。哎，小姐啊，那儿有个丝线摊，我们去挑些丝线。这位老夫人，小姐快来看看，我这可是上好的丝线，刚从江南运过来，我敢说整个艳阳再没比我这颜色齐全的丝线了。这丝线确实不错，小姐啊，来帮祖母挑一些。您看看。就在两人挑着丝线时，救命啊！有人落水了！救命啊！苏若锦忙放下手里的丝线冲了过去，也有人已经跳下河里去救人了。河里有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水里挣扎着，苏若锦快步走了过去，把小宝抱到了怀里。小宝不怕，姐姐在。袁弘，发生什么了？我和小宝在玩竹蜻蜓，那个小孩跑过来抢我们的竹蜻蜓，还把小宝的灯笼给踩坏了。我出来阻止，他就来推我，推不动我就要去推小宝，我一气之下反推了他一把，他就掉河里了。这时掉到河里的小孩被捞了上来，因救得及时，没什么生命危险。我们走。既然是别人先欺负上来的，袁弘做的就没错，而且小宝也被吓到了，他想着快点带他们回医馆收拾一下。站住！怎么着？伤了我家少爷就想走？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你们是哪家？我们是艳阳赵家，知州大人是我家老爷的姐夫。去，让你这俩兔崽子过去，给我家少爷跪下磕头道歉。少爷什么时候说停才能停？还有，送上1000两白银到赵府去赔罪。要是我家少爷有个什么好胆，你家这俩小崽子都得给我家少爷赔命。出了这样的事儿，罗彪必须得找人担下这责任，否则他没法向赵家交代。让开！你说什么？别给脸不要脸！
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居然敢对我用毒！正准备出手的胡青看到罗彪这样子，退了回去。王爷可是交代过他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现身，要是影响了苏大夫和小世子的正常生活，他们就别回王府了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威尔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落水的啊？娘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娘，你要替我做主，打死那两个小崽子。他不过就是一时觉得他们的灯笼竹蜻蜓好玩，想拿走玩玩而已。不就是一个破灯笼和竹蜻蜓吗？要在平时他还不稀罕呢。在艳阳，他赵宏威想要的东西哪有拿不到的道理？自己看得上那些破玩意儿是他们的荣幸。赵宏威压根儿就忘了是自己想推袁弘推不动，盛怒之下就想去推袁弘身边的那个小孩子下水的。大的推不动，难道他还推不动小的吗？没想到最后落水的是他自己。他赵宏威从出生到现在还没受过这种气呢。一定要让娘把这两个小崽子扔到河里，泡上2个时辰，不泡上1天1夜才行。什么人敢把我儿子推到水里？是谁？罗彪，到底是谁？你是怎么看护少爷的？夫人，是仁爱堂的苏若锦带着2个小崽子，那个苏若锦他还给我下毒，阻止我去救少爷，这才让少爷落水。夫人，这口气我一个小小护卫能忍，咱们少爷也不能白受这罪呀！罗彪故意把事件顺序混淆，把自己看护不利的罪责推到那个死丫头身上去。苏若锦姓苏，艳阳城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苏姓大户人家，这个苏若锦估计是什么小门小户出来的人。儿啊，娘这就把你接回去，你好好养病，其他的事儿就交给娘，不会让你白白被人欺负的。苏若锦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位夫人，如果你要看病，请那边排队。呸！你少咒我，让苏若锦出来。他敢伤我儿，就不要躲起来当缩头乌龟。今天啊，他要不给我儿跪下道歉，自己去河里泡上1天1夜，我就和他没完。苏若锦刚把小保安扶好哄睡了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争吵声。风影，外面怎么回事？小姐，有位夫人找上门，说你伤了她儿子。苏若锦一听就明白了，是赵夫人找上门来了。明明是他家儿子欺负了袁弘和小宝，居然还敢找上门讨要说法。既然这样，那赵家就滚出艳阳城吧。风影，让暗蒙在艳阳的人以最快速度查清赵家所有的事情。是，小姐。听说你找我。苏若锦，你纵容弟弟把我儿子推下河里，他现在还在发着高烧呢。这事儿你不给我个交代，我们赵家不会放过你。赵夫人，你怎么不问问你儿子为什么会被我弟弟推下水？要不是他先踩坏我弟弟的灯笼，要抢他们的竹蜻蜓，甚至想把一个5岁的孩子推下河里，我弟弟又怎会出手？怎么只许你们赵家欺负人，就不许别人还手保护自己？上前准备围殴苏若锦的10来个护卫统统倒在地上，捂着肚子口吐白沫。你居然敢下毒！赵夫人，自古医毒是一家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可是大夫。怎么别人都打到面前了，我还不能还手？对了，你现在把他们带去医馆还有的救，晚了可就不好说了。隐在暗处的胡青又默默地收回了进攻的手势，要不他还是和王爷说一声，让他们回去吧。苏姑娘这儿真不需要他们。刚才别说那些赵家护卫了，连他都没看清苏姑娘是怎么出手的，这些护卫就倒地了。苏若锦，你竟敢当街下毒，你给我等着！简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袁弘，我问你，如果你今天退让没出手，会是什么结果？他们会把我和小宝都推到河里。以你的身子落水许是没什么，可要是小宝落水，这么冷的天，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。你出手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弟弟，保护自己在意的人，何错之有？虽说我们应与人为善，可不代表别人都气到头上了，还要一味的退让。太过软弱只会让坏人当道，有时候退一步换不来海阔天空，只能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。金姐姐，我懂了。所以你要更加努力练武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人。你要记住，这世上永远都是弱肉强食，坏人永远不会被善良打动，只有拳头才能让他们懂得忌惮。我记住了，金姐姐，我这就去练武。小姐，你怎么不让我给那个赵夫人也下点毒？看她还敢不敢嚣张？别急，有些人让
让他失去最为在意的东西，比让他中毒还难受。赵家光天化日之下敢如此嚣张，背后又怎么可能没有做过什么肮脏之事？既然这样，不介意借此机会把赵家一锅端了。小宝，你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，要不要试试自己吃饭？可小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，眨着眼睛，似是不明白苏若锦在说什么。不急，小宝，我们慢慢来。小姐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府的人，知画姐正在前面拦着他。苏若锦让耶罗照顾着小宝，自己去了医馆。这位姑娘，有人状告苏大夫下毒草菅人命，我们是奉知州大人之命前来带苏大夫前去过堂，烦请你通报一下。我们小姐何时草菅人命了？这是诬告，小姐不会跟你们走的。隐在树上的胡青只觉得这个小妮子勇气过人，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丫鬟。我和你们走。小姐，小姐要真跟过去了，艳阳百姓会怎么看她？也不知会传出什么谣言来，到时候影响了小姐的清誉可怎么办？见过钟大人、林大人。给苏大夫搬把椅子。大人，为何他还能坐呀？他堂堂赵家主母，知州大人的弟妹，堂上还要跪着。苏若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夫，如何能做？大楚国律法规定，秀才、大夫见4品及以下官员，无需下跪。至于为何能坐着，青阳城雪灾，苏大夫捐赠上万两白银，此等大义之人，本官让他在公堂上一坐又何妨？赵夫人，若你也愿同苏大夫般给青阳城捐出万两白银，本官也会让你在公堂上有一坐。苏若锦，赵孙氏状告你纵地行凶，把赵家公子赵弘威推入河里，意图淹死赵弘威。找你讨要说法，你却出手毒害赵家护卫，可有此事？未有此事。你胡说！你睁眼说瞎话！那天那么多人看着，你居然还敢撒谎！苏静，赵孙氏，你若是再敢咆哮公堂，杖责10大板，那究竟是何情况？苏若锦不紧不慢地把当天的情况说了一遍后，请问大人，别人都气上头了，还不允许我等出手自保吗？若民女的弟弟不自保，被推下水的就是民女年仅5岁的幼弟。幼弟自小身体羸弱，掉下冰河，等同于当场要了他的命。赵夫人带人打上门，若民女当时不还手，民女一介弱女子，哪敌得过10多个赵府护卫？岂还有命在此与赵夫人对簿公堂？赵孙氏，你说苏大夫故意伤你儿及护卫，可有证据啊？大人，民妇有证人，民妇家中的奴仆护卫全是证人，大人可宣他们作证。苏大夫，你这边可有证人？钟大人，赵夫人的证人全是他府里的人，证词是否可信？事发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，民女相信其中一些人今天也在堂外，大人可问问是否有人愿替民女作证，若无，民女就没有证人，全凭大人决断。钟大人看向堂外，可有人愿替苏大夫作证？赵夫人心里暗自得意，在艳阳，谁敢得罪他们赵家，她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替这个小贱人作证。小民愿替苏大夫作证，当时确实是赵公子要抢苏大夫弟弟的玩具，还要把孩子推进水里，苏大夫的弟弟只不过是反抗一下，赵公子就自己掉进河里了。小民也作证，赵夫人带着护卫找上医馆，二话不说叫护卫打苏大夫，还要砸了仁爱堂，苏大夫这才出手相抗的。对，小民愿意作证。小民也在场，也愿作证。你们居然帮这个小贱人，你们就不怕我们赵家吗？你们都给我等着！大胆赵孙氏，居然敢在公堂之上威胁证人，给我掌嘴20！姐夫，你救救我呀！当着上峰的面，还是在公堂之上，林正山哪敢吱声啊，只得背过身去。20板子打完，赵夫人的脸已经肿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来告官，这苏若锦啥事儿没有，自己反而先被掌嘴20。大人，你让我做主啊！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为苏若锦作证，钟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赵孙氏状告苏若锦一案，事实清楚，本官现判苏若锦无罪。钟大人，民女要状告赵家欺行霸市，强抢民女，恶意陷害。苏大夫一个小女子敢告赵家，他就不怕赵家报复吗？苏若锦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是没有证据，这可是诬告，诬告的后果你承受不起。林家和赵家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钟大人马
马上就要调到京城，自己想升任知府，正是需要银两打点的时候。赵家要是倒了，谁还能给他提供银子打点各处？赵家背地里做的事，林正山就算没有直接参与，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。钟大人呐，望您念在苏若锦年纪尚小，不懂公堂之事，他这是觉得受了赵孙氏的气，借此来泄愤呢，还望钟大人海涵，原谅他这一回呀。林大人，不知何时你可以替民女做主了？都把人家赶出府了，他总不能还以苏若锦父亲的身份替他做主吧？苏若锦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别不知好歹。钟大人，这是赵家犯下的罪证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师爷上前接过苏若锦的状纸，递给了钟大人。钟大人翻开状纸，仔细看了起来，越看他的脸色就越难看。去赵家把赵章文带过来。本来是想借此事惩治苏若锦的，怎么把自家老爷也给牵扯进来了？大人，请为小人做主啊！我儿现在还在发着高烧，昏迷不醒啊！大人。钟大人直接把状纸扔到了赵章文面前。赵章文，你对状纸所说之事是否承认？大人，这些都是诬告，不是真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，去把状纸所述当事人都给本府带来。赵章文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完了，他完了。苏若锦所提供的状纸可不是简简单单陈述事情，而是具体到时间、经手人是谁、涉及金额多少。而他的第10房、第11房小妾，他走在路上看中，查了查，只是附近村里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，直接上门抢了回来。他随便给小妾家里扔了3两银子当做补偿，让他们尽管去告官，反正官是自己的姐夫，谁怕谁？民不与官斗，两家人只得忍下了这口气。钟大人根据状纸上的内容随便问了几句，所有人立马都招了。人家知府大人啥都知道了，还有什么好瞒的？两房小妾的家人更是哭诉着让青天大老爷为他们做主。姐夫，你要救我呀，姐夫！赵章文，我虽是你姐夫，可是你做的这些事儿，桩桩件件都违反了大楚律法，我也帮不了你。钟大人，赵章文虽乃内子之弟，但也请大人秉公执法，属下绝无异议啊。姐夫，我可是……赵章文，你就认罪画押吧，看在你姐的份上，我会替你照顾好红薇的。赵章文知道这一次自己姐夫也保不了他，他不把林正山牵扯出来，儿子还有姐姐照顾。赵章文低下了头，认命的在认罪书上画了押，抄家杖责30，流放北宁塔苦寒之地，家中小妾可自行回家。在老百姓跪地高喊青天大老爷的呼声中，艳阳赵家彻底没了。不可能！暗蒙送来的信息中还有一个爆料，他没有写在状纸中。缓缓起身，走到已经呆若木鸡的赵章文旁边，小声说了一句话。赵章文听后，脸色由白转青，猛地转头看向赵夫人：“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赵章文站起来，冲上前一脚狠狠踢在了赵夫人的胸口上，直接被踢飞了出去。赵章文，你疯了吗？孙丽娘，你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赵章文还想上来踢人，被衙役拉住了。我要杀了你！赵夫人似是想到什么，眼里闪过一丝惊恐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低下了头。赵章文被带了下去，苏若锦朝钟大人行礼告退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没事了。对了，小姐，你和赵章文说了什么？赵章文被判处流放都没有这么激动，怎么小姐和他说了句话就发狂了？赵章文娶了这么多小妾，却始终只有赵红薇这么个儿子，是因为他本身就无法生育。赵红薇是孙丽娘和娘家表哥的孩子，我只不过把真相告诉他而已。一个男人被戴了这样一大顶绿帽，谁能接受？赵章文可是一直把赵红薇当自己亲生儿子在宠着，现在得知赵红薇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而赵家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孩子才走向覆灭，他哪儿还能忍？小姐，他这么容易就相信你啊？赵家已经完了，赵章文需要一个发泄口，我不过是给他一个理由罢了。而且有些事不说破不会觉得有什么，一旦说破了，仔细一想，他自然会有答案。孩子的长相总会像父母的，哪怕赵红薇长得更像孙丽娘，但依然会有几分孙丽娘表哥的影子。赵章
张文只要好好想想，就会知道苏若锦没有骗他。萧燕初看着手里胡青传回来的信，小世子一切安好，苏大夫把赵家给灭了。虽然赵家算不上什么大世家，但在艳阳也算排得上号的。苏若锦一个小丫头，居然能轻而易举的把赵家给弄没了。这小丫头，王爷，太后派人来说，想小世子，让王爷带小世子入宫一见。去回太后，小世子身子不舒服，过段时间再进宫给他老人家请安。是他发现了？应该没有，他不就经常一段时间让本王带叶儿进宫一趟？明明巴不得叶儿早点死，还要装出一副慈爱的模样。他不也一样巴不得本王早点死？也是啊，萧家血脉除了他儿子，也就只剩你和叶儿了。你们没了，他的儿子就能稳坐皇位了。太妃娘娘身体如何了？老样子，有穆景山看着，也没有恶化。没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依惯例你得带着叶儿去宫里请安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把叶儿接回来吗？萧燕初手指在茶杯口摩挲，半晌没说话。小姐，江公子来了。江公子，江齐安，他是要来接小宝回家过年吗？小宝的治疗刚有起色，如果这时接回去，治疗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江公子，他好像瘦了点，是不是医馆太辛苦了？公子，公子。胡青见自家主子迟迟不说话，小声提醒道。萧燕初忙收敛心神。苏姑娘，好久不见，可还安好？要过年了，江某来看看叶儿。多谢江公子挂念，一切安好，里面请。叶儿，以往的叶儿，别人唤他，他不会有任何回应的；自己唤他，他最多抬起头看一眼，哪会像今天这样直接跑过来？叶儿这么快就好转了。萧燕初抱起小宝，谢谢苏姑娘。江公子客气了，我是大夫，你把小宝交到我手上，我自当全力救治。江公子这次也是路过艳阳？不是，我是专门来看叶儿的。萧燕初抬起茶杯喝了口茶，嘴里涌上一丝苦中带甜的独特味道。苏姑娘这茶很特别，似乎不是普通的茶。这是滇南的冬紫苏茶，清热解毒，预防风寒。江公子大老远赶过来，一路风雪，比较适合喝这个茶。只不过口感定是不如公子平常所喝之茶。如若公子喝不惯，也不必勉强。苏姑娘有心了。坐在萧燕初身边，苏若锦能闻到她身上一股似有若无的异香。这香味儿，快过年了，江公子这次是要把小宝带回去过年吗？小宝从小没了父母，按惯例每年过年都要去看望家里的其他长辈。萧燕初话音刚落，苏若锦就看到小宝的身子有些微僵，还往萧燕初身上靠了靠。所以小宝不喜欢江齐安所说的家里长辈。江公子，如若可以，能否让小宝留在艳阳过年？他的治疗如果中断，一切又要重新来过。小宝听到苏若锦的话，从坐榻上爬下来，走到苏若锦旁边坐下，靠在她的身上。